华为 Pure X 这台小胖子，我玩了半个月，很有新鲜感的产品啊。这段时间我对它算是爱不释手吧，同时心情有点矛盾。鸿蒙 Next 这个系统潜力巨大，前途光明，可现在用来当主力机系统真不太行。常用 APP 功能缺这个缺那个，所以我只能给 Pure X 插了一张流量卡，也登了一个平板微信当备用机。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半个月下来的使用感受，也浅浅分析一下华为 Pure X 这种形态的折叠屏适合什么人，鸿蒙系统现在和未来有什么槽点和值得期待的地方。各位好，我是小狼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Pure X 还有直板机 Pure 80系列都是出厂搭载鸿蒙 Next， 也就是鸿蒙 5.0 以上版本的系统，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纯血鸿蒙了。APP 都是针对新系统独立开发适配的，所以必定会有很多 APP 的功能方面的缺失，并且华为不留退路，无法回退到鸿蒙 4.3， 买之前一定要三思。那为什么说这个系统目前我没办法当主力机呢？官方应用商店虽然能下载绝大部分常用 APP， 这些 APP 你乍眼一看和安卓版貌似没区别，但只要你稍微用一下，就会发现不少功能都还没适配。那如果我只有这一台手机当主力使用的话，肯定会耽误很多事情的。首先最重要的是微信，它没有搜索表情包功能，引用小程序或者图片还无法看到略缩图，视频号看视频甚至连旋转横屏功能都没有。订阅号、公众号的推送通知无法以卡片封面形式显示，点进去只有文字和图像。然后是抖音，刷视频和抖音商城都很正常，甚至华为还默认给短视频 APP 开放了120赫兹刷新率，16:10的宽胖内屏刷竖屏的视频体验很好，状态栏和底栏完全沉浸，这就是针对新系统适配开发的好处。缺点依然是功能的缺失。后台没有创作者中心，无法详细直观地查看自己的作品流量数据。如果你是抖音博主，你连客户下的单子都接不了。想发个抖音视频简单剪辑一下也不行，正常版本的剪辑工具栏它都没有适配，只能简单选个 BGM。哔哩哔哩也同样没有创作者中心之类的后台功能，但并不影响正常观看视频。甚至当你在滑动屏幕调节音量和亮度的时候，居然还适配了细腻的马达震动。横竖屏切换动画也和安卓版不太一样，很明显是做了针对性的适配和优化，动画更柔更流畅，没有那种傻快感。还有其他非常多的 APP 我就不多讲了。简而言之呢，鸿蒙 Next 目前的 APP 适配工作是优先保证基础功能，其他更进一步的功能，尤其是涉及到创作生产力的功能，还需要时间。还没有适配鸿蒙的 APP 也能在卓易通下载，就是通过安卓虚拟机来运行一些安卓的 APP， 但是呢，性能功耗方面的体验肯定是没有适配好的 APP 那么强的。我用下来综合体验最好的 APP 就是小红书，用起来是真的几乎和安卓版没差，大部分功能它都有。鸿蒙 Next 不是安卓，它就是一个新系统，不存在什么历史包袱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适配优化。乐观一点的话，假如再给开发者们1年半载的时间，都能把 APP 适配做得跟小红书一样优秀，无论是流畅度、功耗，还是动画 UI 界面的适配，全都能做好了，那用起来绝对很爽。这个系统的基础流畅度有点超标，之前的 4.3 系统已经比同期的安卓旗舰更流畅了，升级到 Next 之后更爽了。我的 Pure X 不用卓易通下载的 APP， 全都是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 APP， 用起来非常丝滑，不知掉帧为何物。系统基础界面的动画和 APP 里面的动画也比较统一，没有安卓手机那种系统主界面动画明明很流畅，但是 APP 里的动画却掉帧傻快的割裂感。甚至我用到现在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印象中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 APP 里有开屏广告。估计是还来不及做吧，将来会不会加开屏广告，那就真的说不准了。所以视频开头我也说了，鸿蒙 Next 这个系统前途一片光明，只要愿意等，给它多一点时间，开发者们别摆烂，它一定会越更新越好用。不过就现阶段而言，至少1年半载的时间里，除非你对 APP 功能需求非常简单，能刷视频能聊天就行，不需要任何更进一步的功能，那你确实可以尝试用来当主力机，否则还是别轻易尝试，要么就跟我一样只当备用机尝尝鲜也挺好的。Pure X 这款折叠屏最吸引我的是内屏比例，16:10 6.3寸，宽胖的，你看起来好像挺大的，实际上它比 iPhone 16 Pro 短了一大截。这个比例天然很适合用来刷短视频、看小说、看漫画啊！别看它只有6.3寸，横屏看视频的视觉效果相当不错。我认为这个比例的内屏在一定程度上是兼顾了新鲜感和实用性的。看小说、看漫画，但凡你其中一个爱好甚至全占了，那你大概率会很喜欢它的。折起来非常小巧，玻璃版的也才196克左右，真的算很轻了，揣裤兜里放背包里都不会占太多空间。
我用小折叠的习惯和大折叠截然相反，我用大折叠是外屏为主，内屏为辅；用小折叠是基本只用内屏，外屏只用来偶尔看一眼信息或者接个电话，几乎不会主动使用外屏浏览阅读信息。最近几天甚至折都不折，直接放裤兜里带出门用。POX 的扬声器我用下来觉得还不错，听筒扬声器和底部扬声器的规格比很多大折叠都要好，而且严格来说，其实它是3扬声器。外屏这个小听筒也是会发出声音的，所以用内屏看视频的时候呢，会觉得机身上半部分有一点点小震手。4720的电池配66瓦有线充和40瓦无线充，虽然我只是拿来当备用机，但好歹也登了平板微信，室内室外也经常掏出来用，续航比我想象中更耐用一些。这个电池容量配66瓦充电也不算慢。比较惊喜的是，日常使用内屏不打游戏就正常使用各种 APP， 它的发热量是比较小的。适配了鸿蒙 Next 的 APP， 天然在功耗控制方面会比安卓版更有优势一些。不过相机的功耗还是很高，就拍几分钟照片，室内还有空调的情况下 ，PureX 也会明显发热，而且热得很快。拍好照片点进去一看，还要等好几秒钟优化照片的时间。芯片制程和算力限制确实没办法不知道 Pure 80系列是不是也这样我还没用过。反正 PureX 的拍照体验还有不小的优化空间。长焦镜头稍微凑近一点拍，系统都会自动切换成主摄裁切，无法通过相机设置让用户自由选择拍摄镜头，这一点跟 iPhone 倒是挺像的。因为 PureX 有红枫镜头辅助，直出照片的色彩挺好看的，多数场景下拍照的颜色和白平衡都很准。可它毕竟只是一台小折叠，主摄和长焦的传感器规格都很一般，照片不太经得起放大，和直板旗舰相比，画质肯定是有差距的。总结，理性上我不推荐大家奔着换主力机的目的去买 PureX， 外围配置和手感挺好的，就是这个鸿蒙 Next 系统太挑人 ，APP 功能还需要不少时间完善。感性上我自己又挺喜欢 PureX 的，它的比例和尺寸很可爱，用内屏浏览信息、刷视频的体验很有新鲜感，更何况外放效果还不错呢。只是当备用机玩一玩的话，相比起 Pure 80系列，我会更推荐这台 PureX， 起码它还有办法用平板微信嘛。鸿蒙系统我很看好，短期看阻力大、困难多，长期看前途光明。一个区别于安卓 iOS 的全新跨端操作系统，它没有安卓系统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，它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信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结束，如果觉得内容做的还不错，欢迎关注我，也欢迎多多转发、评论和点赞，你们的鼓励是我爆肝的最用力。我哋下期再見。